7月17到20日，世界目光将注视屏东大鹏湾2025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让我们一起见证沙排魅力。好，跟着我们的镜头啊，持续焦点锁定在大鹏湾。那这一次的2025年呢，AVC 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现在在上午的赛程呢，待会马上要进入到第3个对战组合了。在欣赏完前面2场女子组的对战啊，这场比赛呢，我也是看看呢，马来西亚有没有办法来挑战赛会的第1种子。那来自今天呢，在男女子的第1种子呢，都有在我们的主场地出战。那马来西亚的这个2位搭档呢，吕伟纯以及雷凯旭呢是赛会的第15种子，在双方的积分排名呢是3000对上160分，所以方才呢在赛前呢也在跟我们的球评老师呢顾乃涵老师啊在讨论说。这个会不会形成一场虐菜的比赛？现场的气温呢已经来到了31度，然后风势跟昨天的状态是差不多啊，就是说在早上的第1场、第2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就不断的在增强，而且由于可能这个昨天晚上呢也有开始下雨啊，现在进入到第3场比赛的风势变得更加的强烈，所以这也相当考验哦，就是两边的选手马上就要面临一个这个比较难以控制的一个天气环境。没错，现在的风的确考验每个选手的基本功。那方才呢，我们看到在赛会的第1种子啊，女子组的第1种子呢，也展现了这个他们的这个实力。现在男子组的第1种子呢，也马上要出战了，而且在整个世界排名上面呢，事实上呢，都是100大之内的这个高手中的高手。当然，如果是以沙滩排球的世界排名来讲啊，当然在男女子的澳洲队啊，可能要进入到前10、前15，其实难度是有些高。但实际而言呢，跟亚洲的这些国家相较起来的话呢，其实他们的实力还是非常的坚强。那待会呢，就要来进行他们的这个分组的赛事。同时呢，这个在今天的这个最后2场男子组的比赛结束之后呢，这个男子组就要正式的抽签。现在应该女子组正在抽签当中了。那我们有最新的这个消息，尤其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毕欣，那以及淑芬呢，在晋级之后，他们接下来的在16强单败淘汰赛制里面会遇到什么样等级的对手啊？这个消息呢，我们也会持续来为观众朋友更新。不过现在的焦点呢，还是锁定呢，在我们上午的男子组的第1场比赛。那马来西亚的这一对搭档啊，我们刚才在旁边呢看这个练球啊，以及他们的身形，其实跟这个澳洲队的组合呢，真的是有这么一小段的落差的。但是也很难讲比赛打起来会是什么局面，也难以预料。对，澳洲队真的主打就是平均的身材真的是非常的棒啊！这2位选手呢，包括到 Potts， 包括到 Pierce。都是这个身材身形呢相当高大的球员，而且在练习的时候看到他们在往前这种杀球的爆发力啊，真的是2枚重炮啦，重炮等级的球员。这有点澳洲球风都是这样子，重炮级球员。对，所以这也是在 AVC 的赛事啊，然后能够在台湾举办啊最好的其中的一项 benefit， 就是说。不仅是让球员，然后也让球迷都能够欣赏到，就是更高水准的国家他们的球员所带来的比赛内容因为这已经是第4度了。对，之前2次在澎湖，1次在桃园，然后能够在台湾举办其中的 AVC 亚排的亚巡的这一个分站，单一个分站。那对于在今年赛季这个 AVC 的亚洲分站，这已经是来到了第6场比赛了。好，现场呢，这个刚才看到温度已经来到31度，然后真的不断的每一场比赛结束之后都要稍微洒一下水，然后也第一个呢，因为现在风势大了，然后也不要让这个沙尘呢飞得这么的影响到选手。那第2个呢，当然就是降温了。对，这连续的高温啊，几个小时晒下来，这个沙啊，这个是在感觉踩在油锅上面一样的感觉。而且黑沙会更热，因为吸热。对。昨天还看选手就说，在赛前暖身，这个沙子有点太烫，然后干脆把脚埋在更深层的沙子里面，比较没那么烫。就说
这个选手在场上啊打起来辛苦，在赛前准备也很辛苦啊，所以我相信观众朋友可能也会很好奇，就说哇，这个怎么踩得下去？这个比赛怎么样打？那就知道这个沙排的对于选手的体能啊，然后以及他们这种意志力的要求真的很高很高啊。老师，你是怎么扛下来的？我很好奇。其实有时候训练就，也会挑比较热的时候去练习，要适应那个耐热，然后跟意志力嘛，对，然后也很感谢那个每一次比赛大会的场地服务人员，因为他们其实都很认真的帮忙我们整理场地跟洒水，对。好，现在应该是马上呢要在现场介绍双方的球员进场。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欢迎莅临屏东青洲湾沙滩排球场，观赏2025年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编号第35场次比赛，由澳洲队出战马来西亚队。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2025 ABC Taichung Bank Beach Tour Pingtung Open. Match number 35, Australia vs Malaysia. 为您介绍本场比赛裁判人员 Pres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eferees. 第一裁判 The first referee is Mr. Amnat Sukarnaon from Thailand. 来自泰国。第二裁判 The second referee is Mr. Chen Yiqi from Chinese Taipei. 来自中华台北。为您介绍双方球队阵容。Presentation of the players. 澳洲队 Team Australia. Number 1, Daniel Potts. Number 2, Jack Pierce. 接着介绍马来西亚队 Team Malaysia. Number 1, 吕伟纯。Number 2, 雷凯旭。好，同样的双方的球员介绍来到了场中央，一样的先握手致意，先礼后兵。这是赛会的第15种子面对赛会第1种子的一个对战戏码。一开始呢，先由澳洲的1队，这个 Potts 的发球。哦，更正一下，这是 Pierce 的发球。挡住了第一波的攻势。哦呦，是不是巨炮等级的球员呢？真的。长得身高的条件就已经很好了，那弹跳能力也不错。这击球的制高点啊，真的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团队啊，真的是不好防守。那两位球员在发球上面的这种跳发的杀伤力呢，也一开始啊就从这个威胁性十足了。不过这球是发球挂网，1比1。反应很快，接发的第2拍啊，直接就发动了攻势，马上都跟上。真的是不好接。对，很有磅数啊。对。也就是 Potts 的发球，现在真的就像我们刚才讲，光是要接发，真的就是难度十足了。对。好，总算能够接下来再往前。哦，越过了防守的封阻线 ，nice。
所以面对到这样的对手啊，就是要用这种更精巧的、更轻巧的方式啊，对，来想办法得分。啊，罚球出界，可惜了。好，双方换场。Pierce 的发球，稍稍的修正，打到网袋，起身之后，哦，相当轻松，好像从3楼哎。对。这种3楼的住户啊，这家里阳台一打开，空气就格外清新。真的。调整修正一下，非常轻松的被接下来。这个巨炮又要发射了，高高举起，这边也能够守住了第一波。好球，好球。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的选手他有一些接球动作的柔软度跟他的那个，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对，真的是对方太高了。是。nice，Lucky 的得分，连追了2分回来哦。裴凯旭呢，也是看起来是一个左撇子的球员。哇，直接打喷掉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攻击能力非常强的这种团队类型啊，就是说可能就是要求他们的这个稳定度了。inside。好，战成了6比6的平手。哇！给他吸朗啊，这还不是这种手枪等级的，这射出去的不是子弹，而是炮弹。球。好，对方这个在拦网是守直线，那后排呢想要去守在斜线的位置上，所以只要能够越过第一道封阻线啊，其实得分的机会就会出来。接发没接好。那我们讲到的第一个是攻击稳定度，第二个就是这种比较细腻的啦的一些技巧上。因为他们攻击的火力实在是太吓人了，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忽略掉，就是比较细节的地方。结果现在分数也悄悄的被反超了。对。哇！哦，打在界外。这是一场猫与盾之间的对决。马来西亚反超2分，面对赛会的第一种子在首局的比赛。哇 ，nice， 时间抓得很好。这也是有点像小虾米对到大金鱼的一个对战感觉。就是澳洲队先叫我暂停。其实两边这个在澳洲这边呢，也有他们的一些赛前的既定的策略了。你可以看到，在2个不同的半场里面，他们的发球的模式啊，也都会去做一些调整。对。
但现在主要不是发球的问题啊，现在主要是在第一个他们在接发上面、防守上面，然后还有进攻的稳定度，现在是遇到了一点点的小乱流。对。所以这也是排球好看的地方。面对到这种巨人类型的这个对手，也不是完全没得打。但是有时候球员如果心理素质没那么强的时候，遇到那么高，他反而自己会比较容易失误。可是我看马来西亚队，他们其实不会去畏惧，然后反而去调整出手的时间。对，抗压性蛮好的，而且可能这个思考的方向也非常正面。3分领先哦，现在是马来西亚这边呢，于伟纯的发球，好，又是接发的问题。而且当这几个球一颗一颗的分数啊拿下来之后，现在马来西亚这2名球员应该心情会更加的稳定了。对，就说也好像也没什么好怕的，对方虽然高，但这个失误率也高。光是靠华丽的进攻，可能不足以赢得比赛。那现在澳洲也得想办法，先这个从防守端开始做起。所以在现在面海的这个半场，他们都是选择用跳发的模式。好，打过头了。界外。目前 Potts 以及 Pierce 目前打起来是有点诸事不顺的感觉。对。虽然一开始的气势很惊人。接发球啊。所以这也蛮奇妙的，就说因为马来西亚的这边在发球上面其实威胁性没有这么的强，可是尽管如此啊，澳洲在接发上呢还是出现了非常多的失误。因为毕竟这是双人的这个沙滩排球啊，技巧要更全面才行。对。好，看看暂停回来啊，澳洲队，哇，这个赛会的第1种子，现在面对到马来西亚带来蛮大的挑战。赛前我们还说会不会有虐菜哦，这个菜没有虐到啊，但自己现在打起来非常不舒服。对。好，暂停回来之后，这个漂亮的得分，也让队友啊。希望能够把这个气势给拉抬起来，非常大声的来鼓励彼此的鼓励。好，这边接发稍微修正一下，好，连暂停回来之后呢，连拿了2分。被挡住第1波哦，哇，直接打到海面上去啦！这是我在我们今天的转播啊，第一球啊，这边都直接打喷掉，真的冲向满满的浪花。就算是比较开网，因为弹跳的高度啊，击球点够高就没问题。对。哇，瞬间，这个比分马上要追平了。
一个暂停之后风云变色，13-13。澳洲的拦网在拦网节奏上，其实有带给对方有一种压力，跟让对方的出手其实有一点不太掌控度不太好。哇，被挡回来！哇，这是一波流的攻势啊！能鼓励自己的队友，然后又将前面的拦网节奏做得很好。对，对，因为他们拦网的高度够高啊，所以基本上啊，低到了防线呢，就是对手没有办法去直接穿越的。因为有时候就是在落后的时候，两个人其实很容易互相影响。对，所以我觉得他其实还蛮稳定。另外一个刚刚情绪比较不稳定的那一位球员，对。好，现在轮到马来西亚这边喊出暂停。其实主要就说刚才啊，我们在澳洲队的落后啊，分数被拉开的情况下，其实真的不是输给对手，而是输给自己了。对，就说自己的接发，尤其在接发球上面的失误，真的让给对手太多分。但现在呢，稳定下来之后，他们追分的速度真的也很快。对。突破了。对。直线是完全被封死，没错。但在斜线的路径上面也非常考验另外后场防守者的这个功力以及判断。对。好，考验接发。好，面对较高大的选手啊，他们也希望能够发在比较后场的位置，让他们接的不是那么舒适。被拦下了第一波，攻势还在延续当中 ，nice！ 哇，画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抛物线。如果直直的点进来，还有机会被救到。这球有个抛物线，而且还带有一些角度的变化。对。好球！在3楼的视野更好，更能看得清楚这个空档。对。压在线上，哎，结果最后是出界啊。17-15。哦，很接近。哇，这应该哇，感觉好像是有 touch 到哎。好，这个就请乃涵老师来当一个裁判。澳洲真的太高了，他先接触到球。是。球，可惜。只有把角度给打出来，但是没落在界内。因为拦网太高了，他那个防守面太大，所以他要打角度那个很有风险。你不打在这个边角的位置啊，你大概也10次8九就是被守下来。对。哇，又被拦到，瞬间20-15，中间的这一个乱流啊，这样就是化阻力为助力。Set point。
好球举球，哇！修正回来之后啊，比较靠网，所以直接呢让澳洲队呢拿下了追分。在首局的赛事结束之后呢，是21比15，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胜利。Team Australia won。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双方呢，看起来呢，当然还是有一段的实力落差。对。只要这个澳洲队啊不自爆的情况底下呢，他们当然赢得比赛的机会是蛮高的。那这一队的组合呢是赛会的第一种子，在这个男子组的这个赛事当中啊，他们的积分呢也是超过了3000分。那在世界排名上，他们是前50大的高手啊，已经目前是名列在第40名。那今年呢，在 AVC 的赛事前面的2场，在 AVC 的赛事啊，包括在平潭，然后这是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比赛啊，另外还有在这个越南的这个赛事呢，都能够打到这个上颁奖台第3名。那如果在 AVC 的，如果能够拿到第3名的话，他们其实也能够赚到256分的积分。第2局的比赛开战，哎呦，当做球做到的时候啊，这就不是只有3楼的住户啊，他们这新城屋这个订房已经订到4楼去了，点太高了。真的是打不过去，对，太高，真的是太高。2比0，发球的失误，因为现场的风是，其实今天的风还蛮乱的，对，它并没有朝某一个方向非常的稳定。他也没有说很持续，他就有时候会突然一阵一阵，对，非常靠网。哎呦，可惜，交球太靠网的情况下，大概就是澳洲队的天下了。哇，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个起跳的这个击球的高度啊，制高点啊，真的有蛮大的落差。哎呦，可惜了。其实因为澳洲队人比较高，如果你又自己接在他前面举球，我觉得你根本就是硬碰硬。其实你如果举球的稳定性跟攻击手搭配好的话，你也有余力的时候，其实可以多移动。对，至少让他的拦网是就是可以在左右移动当中，而不是站好的。就是还要找到就是能够克制他们的方式啦。对啊，就是说要知道这个蟑螂怕拖鞋哦，乌龟怕铁锤。你要找对你的器具啊，你要找对你的方式。这种高大的球员呢，就要打得再更细腻，不能这个正面硬刚啦。对。好，这边稍微受到风的影响，高挑进去。哎呦，这2个球员在场上稍稍的相撞在一起了，还好没有出现伤势。真的又是一个攻击端的夫妻球，哇，惊险一瞬间。对。老师在过去欣赏比赛转播，甚至自己在出战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就说类似这样子，然后造成受伤的这种状态？撞在一起受伤是没有，比较少。对，有时候可能是环境，就是可能沙子里面有一些竹签那些。哎呦，这也蛮考验，就是说场地的不能说维护啦，应该说检查。好，这个第3拍先把球救过去。推网的防守守住了，来了巨炮的攻击。就恐怖哎！
他应该都随便打吧，因为感觉不出来对方的拦网，他应该想要打哪里，直接把防守者当成隐形人了。对啊，因为他的高度真的太高了。有的时候在运动场上还是有比较这个现实的这一面嘛，就是说在身材的天生的身材的差距上，那欧美甚至纽澳的选手啊，真的就比较这个平均起来当然是比较高大一些。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在整个国家里面的这个人才的选拔上啊，在基数上就有很大的不同。举例来讲，如果以台湾来说，同样都能够找到190公分的球员，或是超过190公分的球员，但是可能在先天的移动的能力上，第一个就有落差。然后对。可能在国外来讲，190公分的这个选手啊，大概就跟我们170、80的这种机动性是很接近的。对啊，对，这个真的就是天生上面的差距。好，小小的修正，应该是没有打在界内，这个角度啊是过大了，没有包到球。7比5。好球。对，真的就在像老师所说，在制高点的时候啊，前面海阔天空，就是要往哪里打都可以，而且还可以在空中拉杆之后再决定要把球送到哪一个位置。对。这有点像 open book 的概念。哇，好球！这是一个发球的 ace 球。好，稍稍拉开比分了，9比5。澳洲一队呢领先4分。虽然这一组组合呢，在这个今年 AVC 的这个亚洲巡回赛也打了不少场，目前呢好像还没有看到他们在25年的这个赛季啊，在 AVC 的赛事有拿下过冠军。但是去年他们在2024年的这个亚洲的成人的锦标赛，排球的锦标赛啊，是有拿下过一个冠军的记录。这也是他们瞬间冲高积分的非常重要的一场赛事，在去年11月，就是年底的时候。他们应该会，如果是跟泰国跟他们打，应该也很刺激。所以在最后2天的比赛，应该会非常非常有看头。对。那进入到最后一天大概就是4强跟冠军战了啦。对。就在周日的比赛。好，这就及时的闪开，这是一个发球的失误。哇！这个举球其实也很相对的轻松，反正我只要不要歪掉，只要够高就好了。对，只要把球一带高啊，什么角度都可以攻。好球，有角度的发球。哇！这一颗打得很刁钻。
够高的情况下，就是考验这有没有带瞄准镜。啊，这球是没有能够打在界内，现在分差又慢慢的在缩小了。对。不过也刚好来到了21分的这个技术暂停时间啊，两边都可以在休息区里面，哇，躲一躲太阳，调整一下。但整体而言，看起来啊，马来西亚跟赛会的第一种子还是实力上有些落差。就是说，你不等对方自爆的话，要赢得比赛的难度的确是比较高。真的，对方的身材又是真的太高了。所以在台湾老师自己本身当球员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遇到真的最高大，然后又高又快又稳定的这个经验，是面对到哪一些国家的球员？自己有遇过的。我自己有遇过的话，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会比较以前比较会欣赏那个美国奥运冠军的 Kelly Walsh，他第一个也是身高很高，190几吧，然后协调性，然后反应跟聪明，是。对。哇，女生190几，在排球比赛里面也是很吃香啊。对。好，这边的马来西亚也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其实分数好不容易咬上来了，这一波要想办法咬紧。好，这边是这个 Potts 的发球失误，也把分数给送回去。重新再做一遍，又是打在界外，可惜了。好，看起来没有危机感的时候，这两位球员好像有点提不太起劲。好，那现在应该会有点紧张了，12比12。好，马球的失误，没有把握好。对，现在看起来就是背海的这一边啊，变成顺风了。对。好球！哇！前面的这个假动作是有骗到的。但可惜马来西亚选手自己先触网。对。这次就不做假动作了，对，跟你动真格的了。就太固定1、2、3。对啊，因为他的人又那么高，所以有时候可以稍微改变一下节奏。这个就真的挡不住。所以其实你也会发现，就是说澳洲在从第一局的比赛啊，然后一路打到现在，他们也一直在做调整。对。随着可能风势啊，或者是这个环境的因素，他们一开始这种很强力的跳发也慢慢在减少，因为他们也发现啊，哇，这个如果没有办法稳定的发进来，这样平白的丢分也会让比赛打得比较紧张。对。他们现在就调整哦，这个提高他们的发球的稳定性。好球！哇 ，nice！ 这应该是今日的最佳精彩表现。对。哇，这球真漂亮！非常出乎意料、别出心裁的攻击。好，稍稍的修正。哇，拉高点。对。16、14，还是蛮稳定的，在得分了。好，这边是顺风边，真的打不过，打不过。
但马来西亚选手他们也是在想办法，对啊，像不往里面打去打手，可是真的还是没过。刚好这次起跳可能也没有借到力量。对。哦，好球！17-15。发球失误，现在澳洲慢慢距离他们的直落2的比赛胜利更接近了，相差3分就能够赢得比赛。对。第3排，又是直接进攻。这个攻击呢，也让这个 Jack Pierce 呢都感到兴奋。哇，反应快！哇，好球啊！真的是反应快啊！真的不得不称赞，其实马来西亚真的已经做到极致了。对，你看这球其实打得很漂亮，反身之后的扑接。比赛正式的听牌，赛末点出现 ，match point。好球！好球！有角度啊，然后而且他的下坠速度又快。好，发球失误的话，就让比赛结束了。中场呢，在第2局上面呢，其实这个战况的发展，分数上面是蛮接近的，21-15、21-16，拿下了这个直落2的方式呢，赢得了这场比赛。那看起来在这一次的亚巡呢，来到了屏东站，这个赛会的第1种子澳洲队的这一对组合，这个 Jack Pierce 呢，以及 Pot。看起来还是蛮有冠军相的啦。对。没有到赛前我们说这么的虐菜，但也是轻松的直落2。那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上午的压轴好戏，在待会呢就要为各位送上我们台湾中华队谢亚人、阿联嘎、阿黑娜、吴信贤要来面对，也是一个魔王等级的团队，来自泰国的泰国2队赛会的第4种子。要在主场地来正面对决。我们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到比赛的现场。